他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买来这些地笼，还请来了2个苦力，让他们拖着几10个地笼游向海中央，而他却稳稳地坐在小帆板上，想要干一票大的咸鱼翻身。他让苦力们潜入海底，把鱼笼放在了珊瑚丛里，而放这些地笼的要求还很高，他要求必须在每个笼子上进行装饰，装饰不好还会扣工钱。2个苦力只好找来附近的珊瑚石，压在每个地笼上，把一个个地笼装饰得漂漂亮亮的。对于鱼儿来说，这就是总统套房了。而他呢，不仅管鱼儿的住宿，还管鱼儿的吃，亲自把花重金买来的一堆鱼饵剁成了渣渣，还让苦力们挨个撒在了地笼里。为了引诱更多的鱼儿，还在地笼附近都撒上了鱼饵。这一招的效果那是立竿见影，很快就有鱼儿往地笼里钻了。那他们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？2天后，他们揭开了第1个陷阱，拖出了第1个地笼，里面竟关住了2条东星斑。这样的收获让他很是兴奋。这种东星斑是很值钱的，能卖到300块1斤。然而，当他们把鱼货导出地笼时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这2条斑鱼已经挂了，导致它的价值大打折扣。他们找到了第2个地笼，里面也有好几条鱼儿，但似乎最值钱的东星斑又挂了。不过还有几条鲷鱼还很鲜活，这让他很是郁闷，一直抱怨这种地笼太小了。大鱼被关进笼子后，活动受到了局限，时间一久就把鱼儿挤死了。当他们取出第3个地笼时，情况依然如此，相对大的鱼儿们也挂了。究其原因，仍然是地笼太小，鱼儿活动受限，被挤死在了地笼里。不过这些死鱼看上去还很新鲜，只是价值打了折扣。接着他们一个个把地笼取了回来，船舱里的鱼饵也渐渐多了起来，而船板上的死鱼却占据了绝大多数。看来这一次豪赌注定要赔钱了。看到这么多死鱼，他也很是无奈。还好船舱里的几条石斑还很鲜活，这些鱼货至少能让他再坚持一段时间。就算是亏本买卖，他也不忘祖训，把小鱼全部放生了。因为渔民们最能体会，抓大放小，适度索取是对海洋资源最好的保护。回到了海鲜批发部，他们把一大堆鱼货卖给了海鲜店老板，从老板娘手里领到了3000多比索，平均分配给所有的苦力。虽然亏了不少，但生活还得继续。他用这些钱在小卖部买了2瓶牛奶，自己却舍不得喝上一口。家里的2个娃娃看到父亲回家，高兴地跑到父亲身边接过了牛奶，然后把剩余的几百比索交到了妻子手中。这也许就是渔民们最简单的快乐吧。